大家好，我是杰夫。我们很久没有来开箱球拍了，这次要开箱什么球拍呢 ？Stiga 的碳素纪元 Legacy Carbon 是不是？好，今天我们由林教练陪我测试这支球拍。那他不会握这支球拍，他握不到。我们这种等级的球拍呢，只有我可以测试。好，它是一支很帅、全黑的一支球拍。它主要组合是5木2碳的，主要用非洲白木，不是骂人的是白木哈，对不对？然后松木，还有08，对，还有08，他抢我的台词。再来就是12K 的能量碳，这是它算非常高档的一种碳的制作过程哈。详细我不是一个很专业的制造球拍的厂商，我只是针对我今天林教练陪我打球，打这支球拍的手感分享给各位哈。再来呢，这次我拿来做比较的球拍是我自己的球拍，我会用超级水骨准的球拍去做测试。那我刚刚测了一下，超级水骨准的球拍的木板呢，跟这支Legacy Carbon 的重量是一样的，都是93克。我的正手会贴上 Angel 的 R53，反手会贴上 Angel 的 R48，都是超级雷神系列。为什么我要用超级水骨准跟这支球拍去做比较？一方面，超级水骨准在 Butterfly 里面算高档球拍之一。那这支 Stiga 的 Legacy Carbon 呢，它也是在 Stiga 里面算高档球拍之一。虽然不同价位，但是因为品牌价值跟定价的差异不一样，那我只是用说一样都是所谓的中近台的球拍，都是属于好发力、有一定水准、跟弹力够、控球好。每个球拍都跟你讲说它兼具什么什么，反正就是控球也好、弹力也好嘛。那些文字的叙述，甚至它产品的特色的文字，你看了有看没有懂嘛？因为还是要自己去体会。所以我用我自己的球拍加上这支的球拍去做比较，比较出来的心得呢，我们在这边分享给各位。喜欢我的朋友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那就这样，我们立马开始，走。我测试完回来了，底下几点测试呢，分享给各位哈。在握柄上面呢，其实两只的握柄差不多，这只稍微宽一点点，这只稍微厚一点点，就是都只有一点点的差异。那基本上握起来都符合亚洲人的手掌，比较好掌握，不会像有一些球拍它的握柄比较粗，你会比较不好去发力。再来外观上呢，它属于一只少数全黑的球拍，然后只有侧边是一点点那个木头的碳板的夹层纹路，其他正反面都黑色的哈，它连这个握柄铝标都是雾面的磨砂质感，相当霸气。在我一下午的测试当中呢，超级水骨准，它的挥拍的感受呢，它会有一点头重脚轻，所以它在甩的过程当中会有一点点那种离心力的感觉，球速会快一些哈。不
不见得是坏事，那是个人习惯的问题。在碳素巨源的部分呢，它的整个拍面的重心是非常的平均。当我在挥拍，我在接第2板、第3板的时候，我来回不会因为我甩了出去之后，第2板来不及还原的问题哈。所以它整体的拍面的重量是很平均的，不会有头重脚轻的问题。再来，在击球的时候施力非常的直觉，不管在借力或者是自己发力的情况下，都相当的过瘾。在拉球的过程当中，也不会让你觉得说失控或者是咬不到球的感觉。这一点跟超级水谷隼的比较，并没有太大的差异，感受差不多，都还算不错。在发球时，杰夫比较习惯用手腕去发力，所以比起超级水谷隼的这种离心力的感觉，我相对比较喜欢这种拍面重量平均的部分，因为我在发力的时候，我可以比较好控制我的摩擦，相对球可以发得比较短，甚至比较好发到我想去的落点。这个是跟头重脚轻的球拍差异比较不一样的地方，所以在碳素巨源当中，我比较好控制我的发球落点跟短球的部分。结论的部分呢，这2支球拍其实都已经是球拍界相对比较高价位的等级，基本上好打吗？它绝对好打。发力爽吗？它绝对非常爽。它会难打吗？保证不会。2个品牌都是世界大牌，以价位来说呢，超级水谷隼会落在台币大概1万块左右。以这支碳素纪元的部分呢，它大概会落在5到6千台币左右。严格说起来呢，你这2支的价差感是蛮有感，但打起来的感受呢，针对一般辛苦赚钱的球友们来说，可能在打起来的感受相对差异并没有这么大哈。这一集呢 ，Legacy Carbon 就开箱评测到这边。不会做一些非常深度的测评，我相信很多网友他是高手在民间，或只针对这些打起来的体验，甚至它的价位我买不买单等等，分享给一些有预算享受这些球拍的球友们。喜欢这集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我是杰夫，希望这集 Legacy Carbon 对你有帮助。好，我们下期见，拜。他都是每一个球拍都跟你讲说我们兼具嘛，我差点讲脏话，可以这样就好了。哦，12K 的那个什么碳，对，12K 的什么碳，我去看一下。